Hello， 大家好。比特幣呢有一张周期表，过去的16年里呢，這張周期表準得讓人發毛。4次減半，4次周期的高點，全部落在減半之後的13到18個月裡。第一次13個月，第二次17個月，第三次18個月。那第四次呢，就在2025年的10月6日，比特幣的高點到達了12.6萬美元，還是18個月。按照這張4年的周期表，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？早就寫好了。但是2026年的5月7號 Bitwise 的 CEO Hunter Horsley 公開說了一句話：4年周期已經死了。那一邊是準了16年的規律，一邊是最懂機構資金的人說他作廢，不存在了。那誰對呢？這就是今天這期視頻的價值。接下來的15分鐘，我們詳細說說比特幣的周期與四季到底怎麼定義，我們此刻站在什麼位置，本輪周期的底部和下一個高點又分別在什麼時間、什麼價位，現在買還來得及嗎？以及量子計算和 AI 是真風險還是狼來了呢？這個頻道是聚焦科技與加密貨幣投資研究與分享的地方，點讚訂閱並選擇全部，就不會錯過我定期更新的重大投資解讀了。所有數據來自貝萊德、摩根斯丹利、渣打等機構的報告，每個數字都有出處。今天我們一次說透。先解決一個最容易被誤解的問題：加密的四季到底是誰定義的？很多人以為是幣圈編的段子，其實不是。摩根斯丹利的官網上專門寫過一篇加密貨幣的四季，把它定義成一個有明確起止點、有平均時長的框架。我給你翻譯成人話啊：冬天從周期最高點開始，跌到最低點為止，歷史平均呢13個月，跌幅大約80%左右。那春天呢，從最低點開始，一直走到下一個減半，平均17個月。這一段沒有故事，沒有熱度，成交量趴在地板上，但價格在低點逐步抬高。夏天從減半那一天開始，到價格重新摸回上一輪高點為止，平均只有5個月。注意，在四季裡最短的一段，摩根斯丹利的原話是：比特幣大部分的漲幅都發生在減半之後。那秋天呢，從突破前高那一刻開始，到創出新高為止。秋天沒有固定的長短了，因為它由一件事兒決定：新錢進場的速度。參與人越多，秋天越長，那麼比就越高。四季的锚點只有2個，一個是減半，一個是價格的高點，剩下全是這2個點之間的距離。再補一句啊，減半為什麼重要呢？因為它每挖21萬個區塊，大概4年左右，礦工獎勵就要砍一半。2024年4月19日那次獎勵從6.25枚砍到了3.125枚，相當於一座金礦一夜之間產量就減半了，而需求卻沒有變。真正的魔法在於它被寫死在代碼裡了，沒有任何人能改。所以減半不是利好消息，它是一份所有人提前4年就知道的日程表，這也是4年周期的源頭。那框架擺上了，現在回答那個最要命的問題：今天2026年的8月底，我們到底在什麼位置上呢？那上輪周期的高點，2025年的10月6日，12.6萬美元。今天距離那一天10個月零20天。那對照摩根斯丹利的框架，冬天平均13個月，也就是說，如果這一輪完全按平均值走，最低點應該出現在2026年11月前後。而這跟多家機構從鏈上數據裡得出來的結論幾乎重合了。本輪底部窗口大概率會落在2026年9月到11月中。當然，這是理論的情況。現實中很多聰明資金、聰明錢會提前的搶跑，那這很正常。我自己也是從2026年的4月開始持續定投買入的。
真說不好哪裡是絕对的底，這就是一個相对的底部区域了。但先別急着下結論，前3輪的冬天呢，比特幣分別跌了86%、84%、77%。這一輪呢，最低點出現在2026年的6月初，大概5.7万美元左右，從高點算是跌了54.8%，但沒跌夠80%。這件事兒有2種完全相反的解讀，而且都很有道理。樂觀派說呢，因為 ETF 來了，現貨比特幣 ETF 從2024年的1月開閘，至今累計淨流入了518億美元，全美現貨 ETF 合計持有約119萬枚，占總市值的6.1%。這些錢來自養老金和財富管理的配置模型，跌30%，他們是不會掉頭跑的。那悲觀派說呢，正因為沒跌夠，出清就不徹底，真正的底是所有想賣的人都賣完了。那誰說的對呢？看鏈上有個指標叫 MVRV-Z 值，你可以理解成全市场的浮盈体溫計，它的分母把每一枚幣按最後一次轉手的價格計價再加總，近似全網平均成本線。今天這個數字也就是全網平均成本在57600美元左右，而8月12日比特幣還在6.3萬左右呢。MVRV-Z 值0.41，历史均值在1.69，牛市頂部通常是在7以上的。那翻譯成人話，全市場平均只賺了10%左右。但必須說一句誠實的話，歷史上每一次真正的周期底 ，MVRV-Z 值都會跌到0以下的，也就是全市場整體浮虧。這一輪的最低值是0.18，所以鏈上的答案是便宜，但不是史上最便宜的位置。歷史上每個大底都伴隨着絕望，而這一次我們只是有點難受而已。接下來2周，這個冬天突然拐了個彎兒。8月19號，美國財政部宣布把長期國債回購規模翻倍，30年期收益率從5.337%的19年高位回落了。8月20號呢，比特幣單日暴漲了11.86%。8月25日盤中觸及了8.1萬美元，創3個月的新高。1周內超過70億美元的空頭就被清算了。請記住啊，這一輪上漲的引擎在哪裡？不在幣圈的內部，而在財政部的債券台子上，也就是寬裕的流動性。那流動性始終是主要的因素。接下來是最多人問的2個問題：本輪週期的關鍵時間節點在哪裡？下一個高點會到什麼價位？先說時間，這個不用猜，因為它寫在了區塊鏈上。下一次減半發生在第105萬個區塊。截至目前，比特幣剛跑到96.4萬個區塊，還差8.6萬個。按平均10分鐘出一個塊算，那麼大約597天，也就是2028年的4月前後。把摩根斯丹利的框架套上去，一條完整的時間線就出來了。2026年9月到2027年的1月是冬天的底，也是春天的起點。2027年全年到28年的4月春天，這會兒無聊縮量，慢慢抬高低點，這是最難熬、最容易把人淘汰出局的一段了。2028年的4月減半，夏天正式開始，平均5個月磨回前高。2028年底到2029年秋天，新高在這裡產生，這是一條時間線。那現在說價格，這裡我必須先潑一盆冷水啊！所有價格預測都是情景假設，不是承諾啊。但我們可以用2把尺子來丈量一下。第一把尺子叫漲幅遞減，把4輪週期的低點到高點擺在一起。2015年到17年漲了130倍，2018年到21年漲了22倍，2022年到25年只漲了8.1倍。為什麼遞減呢？體量啊，市值從1000億走到1.3萬億美元，再想翻1倍，需要的增量資金是幾何級增長的。
按这把尺子推，如果底部在5.5万到6万美元左右，下一輪高點大概率是2倍到3倍，也就是12到18萬美元左右。聽起來有點掃興，是不是啊？那第二把尺子呢，是機構的預測。渣打銀行在2025年的12月把預測全線下調，新目標呢是2027年22.5万美元，28年30萬美元，29年40万，30年50萬美元。那 ARK 木头姐呢是預測2030年情景更誇張了，熊市基準50萬，基準場景120萬，牛市240萬美元。那2把尺子差了1倍還多，差在哪兒呢？差在一個變量上，機構化，漲幅遞減統計的是散戶主導的4輪，而從這一輪往後進場的是 ETF 財庫公司、國家主權儲備，這是歷史樣本裡沒有的新變量。所以把2把尺子加權，我給出這樣一個區間：下一輪的週期高點，也就是2029年前後，中性區間18到28萬美元。樂觀情境，如果立法落地了，加上降息週期打開，那可以看到35萬美元以上。悲觀情景，咱也得說一下，4年週期真的死了，比特幣退化成一個高波動的宏觀貝塔資產，那可能根本就沒有新高了，長期在8到15萬美元之間震盪。這可不是唱空哈，是把風險也擺上桌。我們預測價格呢是娛樂，理解位置才是投資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那歷史上有過這種東西嗎？有，而且有2個。第一個呢是黃金，黃金不是天生它就是錢，它是在幾千年裡因為稀缺、耐久、可分割、難偽造這4條屬性，被人類自發選出來的。比特幣呢被叫數字黃金，走的正是同一條路。但這個類比裡最值得看的不是幾千年，而是一個具體的年份，2004年。那年的11月，全球第一支黃金現貨 ETF 在紐交所上市。在那之前呢，普通人買黃金要跑銀行，要驗成色。上市之後呢，買黃金就變成在券商賬戶裡點一下。結果黃金從每盎司大概450美元漲到了2011年的1900美元，7年4倍多。比特幣現貨 ETF 的開閘日呢是2024年的1月11日，今天是它的第2年半。我不是說歷史會重演啊，我是說，如果一個資產從需要專業知識才能持有，變成點一下就有，會改變它的買家結構。改變一個資產命運的，往往不是他自己，而是買它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。白話說呢，就是有新韭菜入場了。第二個類比呢是互聯網，全球大概4.8到5億人持有比特幣，滲透率呢僅約4%，這跟1990年代末的互聯網初期滲透率高度的相似。技術採用呢通常走 S 曲線。前期慢，中段陡，後期飽和。有預測認為，到2030年，全球會有10%的人口持有比特幣。那現在說那個最嚇人的問題啊，量子計算。先給結論，威脅是真的，但時間窗口還很遠，而且比特幣社區已經在動手了。比特幣用的是256位的橢圓曲線簽名。2026年的3月呢，谷歌量子 AI 團隊的新論文把破解所需資源砍掉了約20倍。即便如此，業界估算仍需要大約50萬個高質量的物理量子比特。而2026年，全世界最強的量子計算機大約1500個帶噪音的物理比特，差了300多倍。時間表上，谷歌給自己定的後量子遷移內部截止日期是在2029年。Extreme 的 Adam Back 判斷，真正的威脅在20到40年之後。更重要的是，比特幣呢，它不是在等死。抗量子的新地址類型 BIP360 已經在2026年的2月11日合併進了比特幣的代碼庫。BIP361呢更激進，
規劃用5年，分3個階段，逐步作廢那些量子脆弱的老地址。真正的風險不是技術，是遷移的協調。目前大概700萬枚的比特幣，差不多總量的1/3，躺在公鑰已經暴露在鏈上的地址裡。所以答案是，比特幣更可能經歷一場有準備的升級，而不是突然的死亡。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。2000年的千年蟲，那全世界緊張了很多年，最後什麼都沒發生，因為大家提前就改了代碼。至於 AI 呢，影響主要不在協議裡，而在產業層。礦企正大舉轉向 AI 算力，行業呢已簽下超過700億美元的 AI 與高性能計算的合同。新風險反而在應用層。2026年已出現真實案例，大模型路由器被植入惡意的指令，盜走了客戶50萬美元的錢包。所以殺死比特幣的不會是量子計算機，更可能是一個粗心的私鑰。看好自己的私鑰啊！最後看一眼牌桌上坐着誰。如果說2017年那輪是散戶的狂歡，這一輪最大的結構性變化是華爾街和主權國家正式坐上了牌桌。截止2026年的6月，前100大機構持有者手裡呢握着126萬枚左右的比特幣，超過總量2100萬枚的6%。其中 Strategy 一家就有了84.5萬枚，比其餘99家加起來還多。貝萊德的 IBF 持有75萬枚，美國政府的戰略儲備持有32.8萬枚。態度的變化更值得注意。美國前25大銀行裡，60%在開發比特幣產品；前50大獨立投顧機構裡，90%已經做了配置；前25大對沖基金裡52%持有比特幣。摩根斯丹利更在2026年的4月推出首支由美國大型銀行發行的現貨比特幣 ETF， 並建議客戶配置2%到4%。但是呢，機構入場有個副作用，它在壓低波動率的同時，也壓低了未來的回報率。你不可能既要機構的穩定，又要2013年那種1年90倍的暴利美。機構來了，暴富的門關小了，那歸零的門也關小了。普及呢，比特幣會作為數字黃金被大眾通過 ETF 間接持有，然後才輪到支付。閃電網絡在2025年月交易額剛突破了10億美元，平均單筆223美元，更像是跨境匯款，不像是在買咖啡。那麼現在買還來得及嗎？那我不能給你具體的投資建議，但我可以給你3個事實。第一個事實，歷史數據看呢，比特幣任何一個買入點，只要持有超過大約5.1年，還沒有出現過虧損的。第二個事實，今天8.1萬美元，距離歷史高點12.6萬美元還有36%的跌幅，距離全網平均成本線57600美元高出了大概40%。那你不是在最便宜的位置，但也遠遠不在最貴的那個位置。第三個事實呢，貝萊德給客戶的建議是1%到2%的倉位。摩根斯丹利是2%到4%的持有持倉。所以策略我只講4條，都不性感，但都有效。第一，倉位先於觀點，先確定如果跌50%我還睡得着的資金，再決定買什麼。第二，用時間換擇時，定投，固定金額，固定頻率。你放棄了抄底的快感，換來的呢是不會在最高點一把梭。那前面也說了，我從今年的4月起定投加倉，每個月買，準備呢是加到10月份。那這些天暴力上漲了22%以後呢，我的定投就先停一下，再等等看吧。第三，絕不要加槓桿。2025年10月10日那一次的大清算，全市場清算了190億美元，絕大多數爆倉不是看錯了方向，而是看對了方向，但活不到那一天，死在了黎明前。第四呢，自己保管幣的话呢，就把幣遷到 BC1 開頭的地址，避免地址的重複使用，
助記詞要離線備份。那如果不想折騰，合規的 ETF 就是為你準備的了。最後說點心裡話啊，比特幣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已經不是它能漲到多少，是它把一個特別朴素的問題擺在了每個人面前。當一樣東西的總量不能再增加，而印鈔機永遠不會停下來，那時間站在誰那一邊呢？四季會輪轉，冬天會過去，春天會無聊的讓你想把 App 刪掉。但決定你最後拿到多少的，從來不是你買在了哪個位置，而是你能不能拿得住、睡得着，不被清算。這不是一場賭局，這是一次仍在進行中的關於貨幣的實驗，而我們呢，恰好活在實驗的中段。如果這期視頻讓你對比特幣的週期與四季有了更清楚的認識，想跟着一起走完這個週期的，那請你點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選擇前部。評論區告訴我，你覺得本輪比特幣會漲到什麼價位呢？我們下期見啦！訂閱我，下次更精彩喲！